这节课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 Python string 的这个介绍。然后呢，这节课的内容呢，的文本内容其实我是用 ChatGPT 这个新的模型 GPT-4 帮我生成的，主要的是在那个阅读材料，还有那个阅读材料部分那个代码。然后这个视频呢，大概分成三个部分嘛。第一个，首先我会从英语这个单词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 string，然后会用在笔记本上，然后给大家就是说书面的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说 string 相关的一些使用方法。然后第三部分呢，我会在我这次在这个课程上我会使用一个新的工具叫做 Colab，其实就是 Jupyter Notebook 的在线版本，然后它这个是由谷歌提供的，然后方便大家直接去查看阅读材料和练习，就是简单的这些练习代码。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进下一个部分。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string 在这个字典里面的解释是什么。这是牛津高阶双解词典里面这么去说。首先它有很多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能串起来的绳子是一个串状物，然后是一个串的东西。然后呢，同时可以代表着一系列、一连串、一批。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在描述我们下面要讲到的这个计算机技术里面这个字符串跟信息串的一些基本的定义吧。其实跟上面这个其实它们是非常类似的。它就是所谓的文本字符串呢，它就是呃一串文本里面可以放普通的文字、拉丁字母、数字等，包括其他语言以及特殊符号。这个我们把它这一段东西呢叫做字符串。现在呢，我们在笔记本上来开始去讲解一些关于这个 string 的使用方法，string。然后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变量里面，它跟上面的数字有什么区别？你看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数字就是i 直接等于1+1，对吧？它就是2数字。你看注意看，它就是单纯的数字，它没有其他特别的表示。字符串它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现在是 b 或者使用个更清楚的表述，比如说这个是text， 这个变量名叫做 text。现在我要给它一个字符串，字符串是啥呢？比如说happy， 对吧？双引号 happy， 对吧？这就是text。这个双引号是一个单独的符号，它不是两个单引号，它就是一个双引号。然后另外就是这用双引号括起来的中间的内容，它就是字符串，对吧？然后呢，它有什么表述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表述成，对吧 ？text 等于单引号，它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一个简单字符串的话，双引号和单引号它没有任何区别，保证前后开始跟结尾都使用同一种这个引号就可以了。它有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text，现在我们有一个txt long， 对吧？就是一个长字符串，有什么特别的呢？I am happy，I am， 我现在这是两行，但如果写代码的时候两行，它怎么表述呢？就是我们三引号，一、二，这是一个双引号，这是两个双引号，这是三个双引号，对吧？这一样，这是双引号、双引号、双引号。我们用三个双引号把它括起来之后，它是支持换行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当然，同样的，这个如果是用单引号，用三个单引号，它也是可以的，对吧？txt long 等于对吧？123 i m h p p y 对吧？123，它这个是一个意思，对吧？这就是单引号跟双引号的区别用法。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字符串里面包含了双引号或者包含了单引号，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对吧？这时候是有点特别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叫 text special， 对吧？加一个后缀。这时候就要有点特别，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在字符串里面包括单引号的话，那我外面就必须使用双引号括，就是 i m p p y， 对吧？这样子的话，它里面这个单引号才能成功的去使用。或者说就是说同样的道理，如果是 text -s
如果是里面有双引号的话，那我里面就必须 I M H I P P Y， 我这里面有双引号，那我外面就必须使用单引号，就保证你开头跟结尾的这个引号啊，得使用得有一个得是一致的，这样的话才能把里面的内容规定为它是一个连续的字符串。然后这个字符串有什么特性呢？对吧？这是使用方法啊，这一块是比如说这是引号使用啊，引号使用方法。然后下面就是这个string 的性质啊。string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和上面数字是有个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引号里面，第二它有个不可变性啊。什么叫不可变性呢？比如说这个现在就是 text 这个等于happy， 然后呢这是它就是说一旦这个 string 建立这个变量，对吧？赋予了这个 happy 这个字符串之后，它是不可变的。这时候如果我们对它做一些加减，或者说加法，或者说一些乘法之后呢，创出来的新的内容呢，它会是一个新的变量，覆盖掉原来的东西。它不能说在原来的这个字符串上去进行更改。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这个 text 等于海卷ppy 加上什么呢？加上 happy day， 对吧？这加完之后呢，实际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它结果就变成啥呢 ？text 它就变成了海卷 ppy diy， 如果这里面有一个空格的话，这样，对吧？它就是说，这时候这个 text 它是一个新的内容，而不是说原来这个 happy 变成延长了，它不是的。就是定义上它是实际上在内存操作中它是有区别的，这只是一个全新的变量覆盖了原来这个 text，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大家记住就行了。现在用的时候不用关注那么多在这个上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 index rule。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比如举个例子现在还是我喜欢举 happy 然后比如说这个 text still happy 就是因为我们想知道这个长度其实特别重要，这里但是我想知道就是第一个是 h 对吧？它这个是有一个 index 的，它每个下面，比如说这个是0，这 i 是1 p 2 3 4，它每个下面是有个标号，这个标号是啥意思呢？比如说这时候我有一个 text， 我想取第一个位置 text 0，这时候等于是多少呢？这时候 text 0其实它的实际内容就是说 text 0就代表着 h， 对吧？然后呢，如果是我想取happy 我想取 hip 对吧？取3个，这怎么取呢？对吧？然后就 text， 从第一个到第3个，你注意看这个下标，它是从0开始算的，0是开始的第一个 index， 然后所以说是0到2，0到2，对吧？0、1、2嘛，中间这个冒号就代表着就是说连续符号，就是表示了从0连续到2，对吧？这一段表示的是什么呢？这段表示的就是上面这是 h， 这个就是 hip，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去截取字符串？因为如果我们后面马上讲到查找里面要去使用这个东西的话，必须得使用这个方法去把它给抽取出来，因为可能我们需要从 string 里面寻找特定的内容嘛。然后有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继续看这个来我们放大一点看，这个呢其实它是-1、-2、-3、-4、-5，它的 index 是可以倒着算的，倒着算它最后一个就变成了-1。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在我们不知道这个text 也就是 string 的长度的时候呢，我就想要最后一个，我怎么办呢？我直接用-1就可以了。所以这时候我就使用text -1，这个时候呢，其实-1就是最后这个 y，
同样的道理，这个复数的这个 index 呢，它也是支持这个连续使用的，当然前提是你不要超过它这个长度啊，超过长度它会报一个错误的 text，比如说我想到最后两个，对吧？就是 py， 这就是负2到-1，哎，这个呢，它就是应该就是代表的就是截取到了最后这个 py 部分。好，这时候呢，我们已经说到它这个 index 部分的大致内容就这样子啊，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部分。下一部分呢就是内置的 function。常用的方程有哪些呢？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想要，就上面我已经说过了，它有个加字，有一个加号。加号是什么意思呢？加号的话就是说，对吧？这个 text 上面我已经说过了，对吧？等于 happy 加 dy，这个结果呢 ，text 它代表的就是 happy day。当然，中间这个没有空格，我假设这里是有空格的话，它这里就会多一个空格出来。把这空格写出来吧，防止有，其实这里是有个空格的，假装这里有个空格这样连起来就是 happy day， 不然的话它 happy day 就是连在一块的东西，是有加号。这时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它其实不仅有加号，它还有个乘号。乘号是什么意思呢？乘号就是说 text 等于 happy，这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这里这里其实是有个空格没有。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这个乘3，它这个结果呢，其实就是 happy，对吧？这里有个空格，然后这里再有个空格 happy，空格 happy，重复，乘号就是重复的意思。4.3，对吧？这上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如果是我们用在 index 情况下，如果它的数组超了的情况下，它这个是很麻烦的啊。这里 st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基本类型里面上面描述了，我也说过，对吧？这个 string 它这个表述其实就是在方程的时候，它的内置方程就是说它特别的表述形式呢就是 str， 它不是写 string， 就 str 在这个代码里面就是代表了 string。这时候我们是比如说这个 text 是 happy 是吧 ？text 等于 pp， 对吧？这时候呢我们就 text 点 len， 不对，这个不应该这么写。len 的方法应该是 len text， 这时候呢，它返回的呢就是这个 text 的长度，我们来数一下，1 2 3 4 5，at happy 就是有5个，返回的数字就是5，对吧？就我们知道它的长度，这样子我们在使用它用 index 去超过它的时候，去操作它的时候呢，就知道我们不能超过它的长度。如果说比如说它这个是5的长度，你只要取第6位的话，它给你取不到呀，取不到就会报错嘛，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4.4大小写。大小写就是 str 点 lower， str 点 up。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你看上面这个 text 直接接过来，用一下就是上面 text 还是 happy 嘛，是吧？这时候我就 text 点 upp， 这时候呢，它这个 text 就变成了
对吧？就变成了 happy， 全部变成了大写。然后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用 text lower text 点wer， 这时候呢，它又变成了全小写。这个东西大家看起来觉得可能这东西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东西其实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有1万个人的名字，对吧？大家有的人就中间有写大写，有些小写的，是混乱，数据有点复杂。我们要保证第一个数字，或者保证大家全部都用大写，对吧？这时候处理人名字的时候，或者处理特别情况下，你需要比如说护照上，对吧？有时候你去填写系统上的时候，默认就说全部是大写，它为了规避一些歧义嘛，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处理这个 string， 统一的把它全都变成大写。但也有些情况下全是用小写，大家就是随意组合去使用，所以这个东西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4.5 format 有什么用呢？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一段 text， 现在我们这里面就是想在里面在一个长 string 里面，我们需要填充进相关数据的话，这个就是需要使用这个。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I am， 对吧？这里是一个花括号，然后点 format， 括号里面，然后把这个 happy 放进去，对吧？这个结果呢，输出了就是 I'm happy。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这个东西其实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想在一个 string 里面去因为 string 是不可变的嘛，对吧？但是里面我想就是用过一些，比如说我想输入一个特别的提示符，就欢迎您先生，欢迎您来到叉叉某某某网站，对吧？某某某航空公司，中间这个姓名如何去输入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每次呢其他部分都不变，每次只插入中间这个姓名，对吧？用这个 format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同样这个功能呢，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 fstring。刚刚说这个东西要用 format， 看起来好麻烦，不直观，对吧？我们还有一种其他的方法，对吧？比如说 text 等于在 string 前面加一个 f， 然后双引号，对吧？然后 I am 还是花括号，然后括号，比如说前面我有一个 name 叫啥呢？我们叫笨笨，这时候我们把 name 放在这里，name，这时候呢就是其实这个 I am 就不是 name 了，就是 I am 笨笨 ，I am 笨，对吧？这个输出结果就是 I am 笨。这个上面的方法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下面这个其实两种东西类似是一个东西就是说这是早期的 Python 演进的时候，早期时候可能上面只有这个 format， 后面才有这个 fstring， 后面这种可能更直观一点你可以在里面直接写变量，对吧？使用方法大同小异只不过看大家喜欢用哪一种，没有太大问题。然后还有一种其他的就是 operate 的方法，这个我在练习里面再说在这里也不多说了。然后我看其他还有没有比较重要的东西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会在这个练习的部分给大家用这实际代码去讲解，就不在这里就用这个笔记的方式就给大家去展示了。这里呢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这笔记里面做了什么在这个笔记里面我们看到对吧？我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 string 到底是什么，对吧？如何去使用一些使用的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这个引号呀、不可变的性质呀，包括这 index 的规则，还有这些常用的这个内置的这些使用的方程，对吧？然后其他的一些特别的方法呢，我会在那个练习的部分，在代码部分再跟大家做一个讲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开始来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练习的代码在哪里。首先会进到我这 GitHub 的主页，这我会贴在视频的下方。进入到这里之后呢，对吧？我们可以就是点击这个，就是进入到我们的 YouTube 视频这个就是点击第二个的 XS Collab 就会进入到这个页面。
这个我已经共享出来了，就所有人点击都会进入到这个页面，这是免费开源公开的啊，所有的可以看到。这里第一部分呢，这里会有3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这个Python 官方的这个 String 的 API， 大家有什么任何的东西，所有的详细的东西就一定是以这个为准，对不对？这里内容非常多，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有需要的话，就到这里来阅读。然后呢，另外就是里面就是特别的方法呀什么的，都是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啊。但当然这里面就是会很复杂，因为它里面东西会特别多，这东西不是我们在前面讲的那么简单。但是即使你变成以后这东西用的特别多，你变成一个成熟有经验的程序员之后呢，你不可能记住所有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就会来查阅这个 API 上去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W3C School， 这里呢也是一些最简单的一些代码，然后可以点击练习这时候告诉你有这个东西但是其实你没必要在这里去学这个你有感兴趣也可以在这里去看，这只是多一个学习的途径。另外一个就是第3个就是 The Whirlwind Tool of Python， 这是在线的一本免费的Python 书就是学习归学习读书还是很重要的。我只是把其中这个找到了这个 string 的部分，这一部分大家可以有感兴趣，也可以在这里直接去阅读它这里是用 JBase Notebook 写的，但这个东西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能直接去运行这个代码，你没办法去修改。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使用这个 Colab 的原因你看这里就是我会把我之前讲过的内容那样，什么是 Python 呀，对吧？包括这里我写了一个代码，这里写的有一段代码，这个就是你点击一下，它是可以运行的。比如说这次我加一个变成了蹦蹦兔，点击一下，它就是可以运行的。如果它没有运行之后，你这里点一下 Connect， 这里就会变成这样子就会显示变成绿色的。然后这里还有小猫猫狗狗在那跑来跑去的，很可爱，说明这是在正常运行中。这样的话，你点击这个运行，你就可以在这里运行你的代码了，对吧？你可以去修改。然后这里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换行，对吧？3引号换行，然后大家可以去阅读，然后这里去大家去实验的时候呢，在这里就可以做自己的小实验，对吧？比如说这个0到0是什么，7是什么，对吧？这0第一个就是 H， 就会帮你打印。就在这里，就大家有更多的就是说可以实际的去使用这个代码去练习使用这个代码，包括一些修改。这些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index， 然后负的 index， 然后这里是符号的链接，不是字符串的链接，然后这是重复乘号，然后这个是计算长度，然后这个就是大小写，这上还有这 f-format、f-string， 还有这个 operator， 这个我是在刚刚我在那个笔记本上是没有写的这个就是说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在里面插入这里面没有 f 的情况下，这里用个%s， 然后在后面里面去这里面再插入这个 s 跟 d， 对吧？这个把 name 跟 age 插入进去，就变成 Alice is 30 years old， 对吧？这是另外一种方式，这都是3种，其实用起来哪一种任何你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你选一种你喜欢用就可以了。这个它是一个迭代的过程，之前可能 Python 早期的时候只有这种再这种，这个不一定说的是对的，但是就意味着就是它有不同的方法你可以去选择。然后后面呢这几种就额外的方法呢，就是我刚刚在这个笔记里面是没有说到的。一个是 split 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里有个 text 呢就是说我们把它就是说我想把它变成分开变成数组，对吧？分割完之后就变成个数组这样子。这里我还没有说到数组所以这里我没有详细去介绍，就是意思就是大概就是把它给切割开来了，把这个 string。这时候呢我们还把它连接到一块去，对吧？我们可以用 joint 连接的符号使用空格，对吧？连接完之后就变回来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这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网页做爬虫呀，我们前后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空格，对吧？这时候呢，我们用 strip 可以把这个 strip 可以把它前后的东西都给去掉，输出的就是一个 hello world。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replace text 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它里面替换嘛，对吧？我们要把这个里面的 Python 替换成 Java， 对吧？打印出来之后就变成hello Java is great。这也是很有用的，因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修改一个 string， 我们是不能直接去，它有不变性嘛，这是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但是可能这东西有重复了100遍，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修改，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replace 去操作。当然 replace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应用我们下个视频里面会重点去介绍那个正则表达式，然后在那个尤其在这一部分可能我会更加的注重去使用这个 ChatGPT 去帮我们去写那个正则的规则，因为那个对人来说特别的复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找到这个 Python， 对吧？找到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位置是第7个，这个 P 的 index 应该是7。
好，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我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练习的代码在这里啊，大家可以去阅读材料，然后包括去练习你的代码，然后去学习一下。然后呢，这节课的内容大概就这些啊，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好的，谢谢大家。